此前已经爆发过5次中东战争，每一次都产生严重的外溢效应。这一次外界也十分担忧紧张局势是否会蔓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11月26号，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驶入波斯湾时，伊朗使用无人机飞过美航母打击群上方，并警告美军让其直升机降落。美军随后听从了警告。当天，伊朗还对外高调公布了其最新型驱逐舰迪尔曼号的照片，并宣布伊朗研制了2款新型空基导弹，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目前，导弹已进入生产阶段，并将在未来揭晓。对于伊朗军方无人机越顶的举动，美方保持克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回应时仅表示，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完成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湾水域的任务，该打击群将继续支持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任务。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27号凌晨，有2枚弹道导弹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射向参与行动的美国海军梅森号驱逐舰以及中央公园号邮轮所在的大致位置。导弹在距离舰船约10海里的位置落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延长停火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再次前往中东，期间将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见面。这将是布林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第3次中东之行。分析指出，由于以色列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影响力十分广泛，因此能否管控住巴以冲突是拜登竞选的一大重要考验。那么美国它明年是大选年，这个人质问题是相当敏感的，所以呢，他就会利用美国同以色列这个矛盾呢，使美国在这个人质问题上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从而对他的军事行动呢构成障碍。近期缅甸北部数个地区爆发武装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中方敦促相关各方立即停火止战，避免事态升级。此外，根据部队年度训练计划，25号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部队为中缅边境我方一侧举行为期3天的实战化演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战区部队时刻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南部战区微信公众号26号、27号连续发文，披露了此次实战演训的现场细节。央视总台军事报道栏目也报道了演训场景。25号上午9时许，滇西南边境，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参演部队快速机动至演训区域，分区域、分方向、错峰错时开展实兵实弹演练。在战区统一指挥下，各参演兵力按照作战编组体系出击，协同作战，筹划组织边境封控等实战化演练。同时，多个火力打击群快速进入预设阵地，对临机指示的目标进行分批次、多方向火力精确打击。由轮式步战车组成的装甲突击分队，在精准情报信息引导下，快速向预设阵地机动，同步发射烟雾弹，掩护步兵分队对临机指示目标实施打击。车载速射火炮和迫击炮等各型火器交替发挥火力，利用炮位侦测雷达，精确获取目标方位信息，分批次多方向对隐藏在山岳丛林中的火力点实施精准打击。据现场指挥员介绍，此次实战化演训预设多种情况，实兵实装拉动、远程快速机动、多天连贯实施，重点检验部队快速机动、火力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展示解放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边境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意志、胜战能力。这一次呢，我们看得出来，咱们的这个相关的作战单位呢，展开的很大程度上是火力的优势。那么这个火力优势呢，既包括这种山地作战里面效果很好的速射炮，包括这个卡车炮，还展示了包括这个反炮兵雷达这些相关的能力啊，快速反应能力、信息化的作战，尤其是大范围态势感知能力，其实对周边的很多的力量呢，都是一个有效的震慑跟警告。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消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缅边境我方一侧组织实兵演习，区域覆盖芒市芒海镇芒海村附近地域、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芒令村附近地域、耿马县孟定镇清水河村附近地域。
白梦辰认为，中缅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相关区域地形十分复杂，有些甚至可被称为天险。从边境防控角度而言，较难控制。而此次演训覆盖的区域，恰恰都是中缅边境的重要口岸，人员密度较大，物资信息往来频繁。无论是出于维护边境稳定，还是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演训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我们说这一次的演习的这个部队的编程，包括装备的这个派遣来看呢，我们对于在这个中缅边境啊，无论是当地的这个武装冲突所带来的一些这个附带伤害，还是说如果有域外的国家或者势力试图在这个区域浑水摸鱼，我们是有的放矢，而且呢，在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实际上是有所预案的，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去做出相应的反应。